林珊，你已经进入主舱深处，船体扫描显示这里结构不稳定，动作快一点。等一下，主舱壁里好像有暗格，不是自然裂缝。暗格？千年古船主舱里还藏着东西。我抓到了，像是金属漆。把画面传回来，我看不到细节。林珊，你别靠太近。这簪子的成分竟然能承受1000年的海水侵蚀，这不是普通的白银。林珊，上方结构塌了，立刻撤出主舱。我在撤，但水流不对，它在往主舱里卷。切断采样包，放弃文物，先保命。林珊，你的生命体征在乱跳，你听得到吗？不，这不是文物，这是活的。放开，放开我！该死，放开我！放开我！我身子都冷了半截，怎么手还攥得这么紧？别管他，毒瘴岛上死个人不稀奇，别沾晦气。睁眼了，刚才明明没气了。这是什么地方？我不是在潜水吗？这空气里的味道怎么这么臭？这簪子一起一起走过来了。他是不是中邪了？那簪子怎么还插在肉里？等等，这股清凉的感觉，谁的记忆？林家出没，即刻流放！父亲没有罪，林家没有罪。我知道了，你不是病死，是被一步步逼死的。嫡姐，到了毒瘴岛，你还拿什么跟我争？哎呦，我的嫡姐，你还在京城侯府里享福呢。在这鸟不拉屎的毒瘴岛上，你副高高在上的清高作态能当饭吃吗？瞧瞧我手里的这是什么？这却是刘管事赏识了我的杂粮窝头。姐姐若饿得受不了了，现在就起来跪下来求我。妹妹心情一好，便大发慈悲，把你掉下来的窝头渣子赏给你舔舔，如何？拿自己换半个赛的馊窝头，林娇娇，你还真是把我们侯府的脸面塞出了空白的新高度。林珊，死到临头了，少在下面装清高！要不是父亲得罪了那个乱臣贼子，我们会被流放到等这鬼地方吗？这破海滩上除了毒虫就是臭石头，连根草都长不出来。我倒要看看，3天不见，你这个娇滴滴的嫡女是怎么饿死在这礁石滩上变成干尸的？父亲一生清正廉明，终于当今圣上。君主乃是一代明君，如今却是被摄政王等奸佞小人暂时蒙蔽了圣听。林家与君主本就是同一阵营，君主迟早会查明真相，还父亲一个清白。反倒是你这般作践自己，若是哪天沉冤得雪，你这等自甘堕落的做派，还有什么脸苟活于世？都在这干什么？闹成什么样了？流放之地，具备尊卑。到了我的防卫营地想活命，去海里找兽食物。不过别怪我没提前提醒你们，这片海域暗礁密布，毒物横行，水下更是藏着无数要命的凶险。谁要是自己不长眼死在海里，直接扔进深海喂鱼，营地绝不会半点草药救你们。看什么看？真以为把我发配到这荒凉的岭南，我就再无翻身之日了吗？这银簪有水系灵泉的感应，天不亡我，找到了，这才是真正的宝藏。有了它们，我要让所有踩过我的人加倍奉还。这流放之地的风，现在闻起来全都是权力的味道。大家快看啊！姐姐是不是跑到要头的要命的海水里去了？她是打算抓那些硬邦邦、掐碎牙的臭海虫吃吗？
真是不好意思啊，妹妹，你口中这个葛穗芽的臭海虫，姐姐我今晚勉强能拿来生火，做个炭烤大龙虾了。至于你那个沾了泥水的馊窝头，还是你自己慢慢去品吧。装什么能干，连个火折子话都没有。我看你只能连着虾壳生啃。聒噪！你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嫡女，怎么会打火？我不但会生火，我还会把你那张臭嘴缝上。再多嘴一句，这烧红的火石就塞进你嘴里。怎么会这么想？这不可能！哎，懂规矩，这片海滩是老管子的区域，捞上来的东西得都先交5成江保护费。啊！林珊，你敢用凶器伤人，老子今天非抽死你不可！打死他！林珊自作自受啊！我的眼睛啊！瞎了！我要杀了你！想吃我的东西你不敢，再敢往前凑一步，接下来扎的就不是手背，是你的同伴。大人，要不要属下过去阻拦？那刘管事虽然是个地痞，但可以真伤了林家嫡女，恐怕不好向京城里暗中支持君主的人交代。你看他像需要人救的样子吗？这林家千金怎么身手这么利索，招招狠辣，简直比我们营里摸爬滚打的兄弟还果决。绝了！这野生的深海花龙肉质果然不是那些现代人工养殖的能比的。凭什么他能吃龙虾，我却只能送灶头？别哭了，这半个虾头赏你，舔干净里面的虾膏，够你多活了。极品野生黑金鲍，而且是一整窝，发财了！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去跟那些远洋商船换取真正能立足的物资了。哪里呢？应该就在这附近了。果然在这里。阿青兄弟，不是我有钱人不给你们防卫营面子。钱掌柜，这独帐岛物资匮乏，兄弟们已经断粮3天了，就通融，用这10筐海虾换2袋小麦也行啊。我们这艘船可是要进京给贵人们送海货的，你们这些破岛上捞上来的那些干巴海带、瘦骨嶙峋的青蟹，也想换我们这边的精米和铁器，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没得商量。我家主子点名要最顶级的海雀补身子，你们如果拿不出极品海货，我这船马上就拔锚起航。钱掌柜，这片海域最懂水性的兄弟都已经下过海了，深水区暗流漩涡太多，根本潜不下去。你不要强人所难。楚大人，在商言商，没极品海货，我私自把粮食给了你们，回商行我也没法交差呀。连楚大人都拿不出好东西，等商船一走，就只能继续在岛上等死了。等那个灵山死在海里了，我看谁还能嚣张。林家大小姐，她怎么从深海区游上来了？钱掌柜是吧？你要的顶级海货我带来了，怕就你这伤底的物资，不足以换我手中的东西。哪里来的野丫头？好大的口气！就凭你一个人，能在水下捞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宝贝？莫不是捡了几个破烂海豹来糊弄本掌柜？这是500年的极品野生黑金豹！我的老天爷啊！这成色，这裙子边儿，这简直是海神爷赏赐的神品呐！钱掌柜，若识货，那就开个价吧。
我只要实用的物资，不收银票。换，这5只黑金豹我全包了。林姑娘，我出500斤精米，外加10口上好的精铁锅，你看如何？钱掌柜，你当我不识货吗？这种年份的黑金豹，到了京城的拍卖行，一次只能卖出上百两黄金。500斤精米就想打发我吗？大人，这林姑娘她绝境求生，是能反客为主。她到底藏了多少本事？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捞出这个宝贝？他一定是用的原炼妖术。听好了，我要2000斤精米，500斤白面，外加10桶干净的淡水，详细的防风防水帆布，还有最重要的2把好的百利金刀，以及你们那边最好的金创药和解毒丸。少一样，我马上把这些黑金豹扔回海里喂鱼。这林姑娘，你这简直狮子大开口啊！这等物资足够装备一个小型的卫所了。坏掉！我换！姑奶奶，你别有千万情景，来人啊！赶紧去货仓，按照林家指令，把东西一不差的搬到码头上来。好刀，林姑娘，手段好，这批物资够营地撑半个月了。楚大人搞错了，这是我凭本事换的，不让人随便沾光。想吃我的饭，就得守我的规矩。从今天起，这乱石滩，我说的话就是规矩。都别看了，这锅里的米是我灵山拿命从深海里换来的。想吃上一口热乎饭可以，但我这里不养吃白食的废人。长姐，我们毕竟是血浓于血的亲姐妹啊！父亲如果知道你有粮食，但是看着妹妹挨饿，一定会痛心的。你就先给我盛一碗粥吧，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林娇娇，少拿父亲来压我。在侯府时处处算计，刚才又为了半个搜我头，恨不得踩死我。现在闻到米香了，又来攀谈血亲情了。想吃饭，行。看到那些铁龛了吗？每个人拿一把，去退潮的海滩上给我翻海贼子捡海带，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谁敢偷懒，连一杯米汤都别想。别听这娘们的，我们这么多人，还怕她一个黄毛丫头成？大家一起抢过来吧！在这荒岛，谁拳头粮食硬，谁就是老大。我看谁先退一步。我防卫营虽然不管你们流放犯的内心恩怨，但公然聚众抢劫物资，按军法就地正法。刘管事，你觉得你那颗骨脑袋比我的刀硬？大可以上来试试。楚大人息怒，小人不敢，小人只是开个玩笑。楚大人这唱的是哪一出？我可没求你帮忙。我灵山敢把粮食拿出来，自然有守住他的本事。林姑娘，明人不说暗话，朝廷里的乱党切断了这独瘴岛的补给线，我手底下的兵也已经2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你手中的这一批粮食，我需要一部分。楚大人这是打算明抢，还是拿军权来压我？我不抢，我跟你换。这岛上不仅有饥饿，到了夜晚还有海盗和毒虫的袭击。你这批物资太惹眼，光靠你一个人守不住。我出10个精锐士兵，日夜为你站岗护卫。营地里所有粗活累活，我的人全包了。作为交换，你每天管我手下兄弟2顿饱饭。成交。不过人站岗可还不够。楚大，让你手下的兵准备好火把和铁锹，今晚我要带你们去干一票大的。今晚去哪儿？
楚大人，看到这片海滩图了吗？这里面藏着让我们所有人吃上美味海鲜大餐的极品异正，而且个头全都是霸王级别的。林姑娘，这泥地里除了腥臭的淤泥，连个贝壳影子都看不见啊！莫不是在寻我们开心吗？看好了，抓瓶子靠的不是蛮力，是脑子。我的乖乖，这泥里居然真的能长出这么肥的海货！只要撒点盐就自己跑出来了，这也太神奇了吧！林姑娘，你的手段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这才开始呢。这片海滩图下，至少藏着数万斤这样的霸王轩。楚大人还愣着了，今晚我们就打算这片海滩直接搬空。发财呀！发财了！大队长，这泥地里简直是个聚宝盆啊！属下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这么肥的海货，这下兄弟们不仅不用饿肚子，连过冬的肉食都有着落了。不到1个时辰，足足装满了8大桶，起码上1000斤。林姑娘，这等寻宝的本事，楚某今日算是彻底服了。这就服了。这片滩潭绵延数万亩，今晚抓的不过是9牛1毛。有了这些霸王参，明天一早我就能给你们防卫营熬一锅最顶级的海鲜大补汤，保证让你的兄弟们吃得浑身冒汗，伤病全消。干活的兄弟，第一碗你们先喝，暖暖身子。太好吃了，这味道简直比京城醉仙楼的招牌菜还要鲜美100倍。林姑娘，以后我们防卫营兄弟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就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收买人心，吃吧，最好吃死你们这群人！全军戒备，灭火！有敌船靠近。大队长，是黑沙帮的刘废船，他们肯定是看到了咱们刚才的火焰，想趁夜来打劫物资。完了！黑沙帮那群流寇杀人不眨眼，他们是来抢粮食的，我们死定了！慌什么？阿青，带3个人守住物资，其余人跟我上那艘破渔船，准备迎敌。在我的防区，想抢我们的东西，得留下命来。楚大人，流寇的串船大且坚固，你的破渔船根本撞不过他们。想在海上赢，得听我的。你有办法？这片海，我说了算。你负责杀人，我负责沉船。岸上的人听着，把粮食和女人全给老子交出来，否则老子把你们这破营地碾成平地！放箭！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老子撞过去，撞成碎片！大队长，快退！船要散架了！给我起！怎么回事？见鬼了！哪里来的犬？快转舵！快！借海潮之势，控暗流之力，这女人到底是人是神？破！救命！我不会游水去！快好！楚大人，我的沉船技术还能入得你的眼吗？林姑娘神威，今日若非你出手相助，
我防卫营兄弟必有死伤。从今往后，在这独帐岛，但凡林姑娘有所差遣，楚寒与手下兄弟万死不辞。这独帐岛的天彻底变了。楚队长，昨晚打的虽然痛快，但这些海盗在海上横行霸道这么多年，船底舱里肯定藏了不少好东西。这独帐岛什么都缺，这送到嘴边的肥肉就这么泡在水里，岂不是暴殄天物？林姑娘所言极是，这笔横财若是能捞上来，兄弟们确实能宽裕不少。只是那沉船卡在深水暗礁区，船舱内部结构复杂，又灌满了海水，暗流汹涌。我手下的护卫虽然懂水性，但若是贸然潜入这种封闭的沉船舱室，极其容易被杂物困住，溺水身亡。你们下不去，不代表我不行。楚大人，看好了，这片海域的暗流对我来说就像后花园的微风一样温顺。拿根长绳来！来了，长绳来了。林姑娘，绳子在此，底下邪门的很，您可别硬撑。但您千万小心，若是水下情况不对，您就立刻拉动绳子，兄弟们拼了命也会把您拽上来。阿青，看好这头。楚队长，替我略阵。动了，拉绳了！起钩！林姑娘找到宝贝了！大家一起用力，拉！1、2，拉！天哪，那是……二小姐，这定是海盗的库银啊！咱们发了！张姐，你可真是大发神威啊！我就知道，咱们侯府出来的嫡女绝不是凡夫俗子。这箱子里装的定是金银珠宝吧？咱们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姐妹，这战利品理应有妹妹我的一半，用来改善生活呀！亲姐妹，昨日你拿着半个搜窝头嘲笑我，想看着我活活饿死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我们是亲姐妹？林娇娇，收起你那副令人作呕的做派。我的规矩昨日已经立下了，想吃我灵山的一口饭，就拿你的劳力来换。至于这些战利品，你若是敢碰一根手指头，我不介意立刻把你扔进海里喂鲨鱼。我的老天爷，金子，全是金子！楚队长，看来你这冷面阎王也不在乎这俗物啊。这不可能！这是深海玄铁，还有这些3维抗风浮船的改良图纸，双层水密隔舱设计。天哪，这黑沙帮不过是一群流寇，怎么会拥有前朝皇家造船厂失传的绝顶图纸？楚队长，这图纸和黑铁
比那一箱子黄金还让你心动。林姑娘，你懂海，但你不懂船。这深海玄铁是打造船只龙骨的顶级材料，万金难求。有了这张图纸作为基础，再给我半个月的时间，我能推整出比它更坚固、吃水更深、速度更快的无敌战船。只要有足够的木材和铁器，我能在这独帐岛上为你打造出一支连远洋商行都要退避三舍的远洋舰队。头儿，竟然还懂造船！楚队长，你刚才说你要为我打造一支舰队。是，你用你的本事，让我的兄弟吃上了饱饭，救了防卫队的命。你懂海产的位置，我懂如何造出能在怒海中航行的巨舰。天作之合，何乐不为？朝廷里那些想让我们死的人，断了我们的后路，那我们就自己在这片大海上杀出一条活路。好，我负责提供源源不断的顶级海货和资金，你负责把这些木头和玄铁变成海上霸主。楚寒，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合伙办了。这独帐岛将是我们颠覆京城那些乱党、称霸海洋的第一个基地。这鬼天气热得邪乎，我看着这满地的银子，老子一点都不觉得累。果然出事了。京城传来的密信，当今圣上虽然仁德睿智，但皇室宗亲齐王图谋篡位，齐王已经在暗中控制了京城大半的兵马。圣上如今是被困深宫，苦苦支撑。齐王这个乱臣贼臣，当年若不是他设下毒计，陷害忠于皇上的林侯爷，林家怎会被满门流放？我们防卫营这些圣上的嫡系，又怎会被发配到这等死地来受苦？原来如此，难怪这独帐岛的补接被彻底切断。看来是那位想抢夺王位的齐王，打算把皇上所有的羽翼都困死在这座孤岛上。林姑娘，林侯爷乃是保皇党的忠臣，如今齐王篡位在即，你我既然已经结盟，待我们造出巨舰，杀回内陆，必能助圣上一臂之力，荡平叛党，还你林家一个清白。楚大人，你忠君爱国，我敬佩你，但对于我来说，谁当皇帝我根本不在乎。我灵山属于绝对的中立阵营。齐王陷害了我父亲，这笔私仇我自然会亲自去清算，但那是为了我自己的痛快，不是为了给皇权当枪使。我帮你造船出钱，是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吃人的世界活下去，是因为我要建立属于我自己的海上商业帝国，懂吗？好一个中立阵营！林姑娘快人快瓦，楚某受教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谈朝堂，只谈眼下。林姑娘，造这艘巨舰，缴获的玄铁只够打造龙骨核心，我们需要大量的极品铁木、桐油以及精炼钢材。3天后，海月商行的另一艘大型货船会经过附近海域。若是不能拿出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他们绝不可能把这些违禁的战略物资卖给我们。我们缴获的银子远远不够。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楚大人，把心放肚子里，准备好你的图纸和工匠就行。这片大海就是我灵山取之不尽的私人金库。阿青，通知护卫队吃饱喝足，下午随我下深海摸点真正的宝贝。防卫队全体，听林姑娘调遣。该死的灵山，竟然让本小姐干这种下贱的粗活！等我哪天翻了身，
一定要把你的脸按在淤泥里摩擦。大家快来看啊！咱们高高在上的林大小姐去海里泡了半天，就捡了几个长满绿毛的臭蚌壳回来。怎么，这深海里的宝贝让你捞光了？现在只能靠捡破烂糊口了？哎呦，林姑娘，这臭海蚌的肉硬得像石头，连狗都不吃。你要是实在饿极了，不如来帮我扛2块石头，我赏你一口杂粮粥喝啊！林娇娇，你这双眼睛若是没用，我不介意帮你挖出来踩碎。你这种只能看到烂泥巴的井底之蛙，永远也理解不过什么叫真正的无价之宝。你少在这儿故弄玄虚，几个臭蚌壳而已，还无价之宝？你若是能从这里面掏出金子来，我林娇娇今天就……这是传说中的黑王猪！我的亲娘嘞！这指甲盖大小的都要卖上千两银子，这么大一颗能买下半个北城了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珍珠？你作弊！你一定是用了药法！黑海之王，稀世奇珍。林姑娘，有了这颗珠子，别说是造一艘船的材料，就算是买下整支商船舰队的所有物资，也是绰绰有余。看到了吗，好妹妹？你为了半个搜窝头出卖尊严，而我随手从海里捞出来的东西，就能买下你这辈子都想象不到的泼天富贵。这就是你我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楚队长，收好它，等商船一到，把所有的铁木和玄铁全部给我拿下。我们的无敌战舰是时候该动工了。楚队长，这等鸟不拉屎的独帐岛，若不是看在以往的交情，本掌柜的船连停都不会停。哼，听说你要买战略物资，精铁、铁木、桐油，这些可都是商行的命根子。金掌柜，明码标价，我们照单全收。只要你肯把这船上的造船物资卸下来，价钱好商量。好商量，楚队长。你莫不是在海风里吹糊涂了？就凭你们防卫营那点微薄的军饷，再加上这岛上捞的几只破螃蟹，也想买我的精铁和铁木？把你们所有人卖了都不够付个零头。真以为那破珠子能买下全世界呢？人家海悦商行什么宝贝没见过？这下他们要吃瘪了。是吗？金掌柜的胃口倒是不小。就是不知道你的眼界配不配得上你的胃口。海悦商行号称网罗天下奇珍，我今日倒要看看你们是不是徒有虚名。哪里来的黄毛丫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楚队长，你们防卫营现在是连个规矩都没有了吗？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东西够不够买空你这艘船？这艘船，这是黑海之王，而且是如此纯净、毫无瑕疵的绝品。我的老天爷，这等神物不是早在100年前就绝迹了吗？
金掌柜，现在我们有资格谈谈买卖了吗？有资格，太有资格了！林姑娘，楚大人，这颗黑王珠，我们海月商户愿意出30万两白银，不，50万两。只要你们肯卖这艘船上的所有精铁题目，我分文不取，全当是交个朋友。50万两，金掌柜，你这算盘打得我在海里都听见了。这颗珠子若是送到京城的顶尖拍卖行，拍出100万两黄金都不成问题。你拿这点破烂就想换我的无价之宝？那林姑娘，您意思是？我不卖珠子，我只做抵押。这颗珠子算作我在你们海月长航的入股定金。这艘船上的所有战略物资我全要了。除此之外，我还要你回去后源源不断的给我往独帐岛运送粮食、药材，以及大量的农作物种子。好大的后口，好深的心机。入股？林姑娘，我们海月商行可是有着上百艘商船的巨头，您要入股？不错，从今天起，独帐岛将成为整个南海最大的要极品海鲜打捞场和造娟基地。以后所有的顶级海货，这颗珠子就是底气。答不答应？一句话。成交！林姑娘豪气干云。阿青，传令下去，在海湾深处搭建巨型干船部，把昨夜小获得的玄铁送进熔炉。明日破晓，我们的战舰龙骨正式铺设。打打杀杀是楚寒的事，我的任务是让这里变成富可敌国的大后方。所有人听着，物资有了，但天上不会掉馅饼。从今天起，除了赶海，我们要在这荒岛上开荒种田，女人们后干海鲜，男人们去后山挖渠云水，开垦荒地，种菜种粮。瘴气的事我来解决，你们只管翻地，我保证跟着我干，顿顿有海鲜，天天有白米。大家快停下，歇会儿！这后山的瘴气太毒了，再这么吸下去，肺都要烂了。这地里的土都是酸臭的黑泥，怎么可能种得出粮食？谁说种不出？这土壤并非天生死地，不过是常年累月被瘴气中的酸性毒素侵蚀罢了。只要中和了酸毒，这底下可是最肥沃的腐殖土。看好了，这叫海藻碱性中和液，不仅能化解土里的毒气，还能催发种子生根。没毒了，真的没毒了，而且这土摸着就像能捏出油来一样肥。林姑娘，您这是神仙手段啊！别拜我，拜你们手里的农具。按照这个方法，把药液撒满每一寸土地，然后立刻播种。我保证10天之内让你们看到绿油油的菜苗出土。楚队长，这艘船的骨架比我想象的还要宏伟。不过，若是以后我们要驾着它远洋贸易，你这防卫营的旗号是不是太惹眼了些？林姑娘说的对，京城那些人早就把我们视为眼中钉。既然我们已经结盟，决定在这片大海上搏出一条生路，过去的身份就该彻底抛弃。从今天起，世上再无岭南防卫营。我们就是你林山手下的第一支私人武装力量——怒海探险队。这艘正在建造的巨舰，就是我们的探险旗舰。怒海探险队，好名字。有了这支无敌探险队，等我们的粮食丰收，商路打开，这片南海，甚至是更远的西洋，都将是我们探险寻宝、建立商业帝国的版图。林二小姐，这事儿要是被发现了，楚队长非把我们剁了喂鲨鱼不可。这可是高浓度的毒盐水，
一浇下去，这地里的种子全得死绝，连草都长不出来。怕什么？这大半夜的谁会来？那个灵山凭什么处处出风头？他不是能解毒种田吗？我今天就要把他的心血全毁了！等这些种子死光了，大家饿肚子，我看他还怎么在营子里立足。哎呦妈呀！我的脚好痛啊！林娇娇，我就知道你这脑子里装不下什么大格局，只会使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下三滥手段。怎么，大半夜不睡觉，跑来给我的菜地浇盐水？好妹妹，你还真是体贴。大队长早就料到你们两个心术不正，命我们在此守株待兔。好狠毒的心肠，竟然想断了全营几百号人的sinh路。长姐，误会，这是误会。我是看土地干燥，想来浇水。对，浇水。浇水，用能淹生活鱼的毒盐水来浇刚刚发芽的种子。林娇娇，你不仅恶毒，而且愚蠢透顶。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杀你？毁坏军粮物资，罪无可恕。阿青，按探险队的规矩，把他们两个绑了，扔进海里。等等，死太容易了，生不如死才是惩罚。杀了他们太便宜了，还脏了我们的刀。这岛上现在最缺的就是干苦力的牲口。刘管事、林娇娇，听好了，从明天起，你们俩被编入最底层的采石队。海湾的干船库还缺3000块压舱石，你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从悬崖上背石头到码头，完不成定额一滴水都不准喝。什么时候背完这3000块石头，什么时候算完？我不要去背石头，我的手会断的！林珊，你这个毒妇，你不得好死！长得真快。灵泉水改良过的土壤不仅去除了毒素，连生长周期都缩短了一半。再过几天，这第一批蔬菜就能端上兄弟们的饭桌了。在这座岛上，林珊就是绝对的王。大队长，林姑娘，不好了！渔场那边出事了，咱们昨晚布下的3道深海流刺网全被撕得粉碎，网里的渔获一条不剩，全跑光了。流刺网是用海悦商行买来的极品刃麻掺着铁丝编织的，就算是成年的狂鲨也咬不断。到底是什么东西干的？属下也没看清，只看到海面下有一大片银蓝色的黑影游过去，速度快得像闪电。那东西力气极大，简直就像海里的猛牛，连固定渔网的几百斤铁锚都被拖动了。速度极快，成群结队，背部银蓝，力量堪比猛牛。楚队长，看来老天爷是嫌我们天天吃小鱼小虾虾太素了，特意给我们送来了一批海中极品。你认得那海兽？如果我没猜错，那是深海里的蓝鳍金枪鱼群，这可是被誉为刺身之王的顶级食材，每一条都价值连城。探险队全体听令，拿上所有的重型金刚鱼叉和铁锚，今天随林姑娘下海猎兽。兄弟们，抄家伙，跟大队长和林姑娘去抢龙王爷的金库。就
就是现在，在12点钟方向，走，上船！上！今天我要让全营兄弟尝尝什么叫真正的绝顶美味。林姑娘，不能再往前了，这片海域暗流太多，我们的网都碎了，船会翻的。闭嘴！风浪越大，鱼越贵。今天就算龙王爷来了，也得给我交过路费。大队长，水下有怪物，全员戒备，所有人听指挥。左全舵，全速前进，目标正前方300步，深度10丈，他们要浮出水面换气了。所有人抓紧缆绳，转舵，稳住，左舷要进水了，给老子撑住，谁也不许松手。我的天，这哪里是鱼，这简直是海里的妖怪！我们的网根本罩不住他们，好极了，极品蓝旗，果然够劲儿。今天谁也别想跑！李珊，当心头上！既然网罩不住，那就用水墙把他们逼停。撞晕了！那头最大的妖怪被林姑娘的水墙撞翻了。楚寒，就是现在，锁死他！80斤的玄铁枪，大队长要单杀海怪。冲！干得漂亮，大队长！这头最大的归我们了。1、2、拉！这厨子力气真大。林姑娘，这可是吃人的海兽啊，咱们真能吃？兄弟们，这半个月开荒造船辛苦了，今天给大家改善伙食，吃最顶级的海兽肉。哇，这刀法比京城第1楼的庖丁还要利落10倍。楚队长，尝尝你的战利品，这叫刺身，生吃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生吃也罢，楚某刀山湖海都闯过，还怕一片生鱼肉不成？怎么样，大队长，没毒吧？入口即化，鲜美绝伦。皇宫御膳也远不及他1/1000，楚某今日大饱口福。怎么回事？这钟声是最高级别的敌袭警报。大队长，林姑娘，不好了！东边海面上来了一支舰队。慌什么？不是商船，是悬挂着朝廷镇海司大旗的官方3桅战船，他们冲着我们来了！镇海司是镇海，来得正好，我也想看看这所谓的朝廷史诗到底够不够资格在我的海域里撒疯。既然他们找死，今日就让他们有来无回。楚寒，看出什么名堂没有？他们的火炮射程如何？一群跳梁小丑，大家不要慌，那根本不是朝廷的水师。真正的镇海司官兵绝不会在船舷挂倒刺铁网，这是齐王暗中豢养的私兵，打着官府的旗号，实则是来杀人灭口的真海盗。什么？假冒的官兵想抢咱们的粮？管他是齐王私兵还是海上流寇，我的地盘容不得任何人撒野。楚寒，你船购里的那些重型玄铁连弩还能发射吗？能。龙骨已成，杀气早备，给我开炮！把这座岛夷为平地，抢光他们的极品海货和玄铁！林珊，别过去，危险！我来控我的场子。这到底是何等伟力？大海，听我号令起！那是什么？天塌了！海啸！这怎么可能？快退！快转舵！不！齐王救我！
一剑阵型已破，火药仓露出来了。大队长，剑已上膛，给老子灰飞烟灭吧！赢了！大队长无敌，林姑娘无敌！结束了，我们赢了。带我走，我是侯府千金，只要我向齐王投诚，我就能重新享受荣华富贵。滚开！木筏盛不去2个人，你自己留下喂鱼吧。太阳出来了，独瘴岛彻底迎来了新生。看到没？这叫远洋巨轮，全天下最顶级的深海奇珍，皆出自我们这里。天哪！昔日贫瘠死寂的独瘴岛，如今竟变成了名震天下的怒海商港。大将军凭借无敌舰队切断叛军粮道，立下不世之功，君上封您为镇海大将军，请2位即刻回京述职。你父亲已官复原职，你想回去吗？京城虽繁华，却不过是个金丝雀笼，我不做那笼中雀般的世家贵女。慢点跑，别摔着啦！林姐姐，这是什么好吃的呀？把馅儿放在中间，然后两边一捏，看，一个元宝饺子就包好了。夫人这包饺子的手艺，可是比当年用银簪扎海盗还要利落几分。就你话多，赶紧剁你的肉，孩子们都饿了。大海上的金银珠宝再多，也不过是死物。极品的黑王珠能买下船队，却买不来这些孩子眼里的光。夫人所言极是，你的胸襟令楚某汗颜。我们取之于海，用之于山，让这些大山里的苦孩子能吃上肉馅饺子，能读书识字。林姐姐，楚大将军，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你们一样去海里抓大鱼，给弟弟妹妹们建学堂。好，姐姐等你们长大。吃饺子喽！